因为他集资，所以他有各个不同帮派的老板，所以每一个老板都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可能都要被各个帮派的老大或者是老板带出去聊天，然后最后那小姐就离开了，啊，管理会继续敲门嘛，就会一直敲，然后我们2个就躲在那个橱柜里面，怕他拿那个万用卡进来我们房间，我们会一个先躲在那个窗户外面，如果你一不小心可能会掉下去，就摔下去摔死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让我身边的人都过得很好。只要够快乐，我觉得你就很成功。嗨，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强者我朋友。今天来宾呢是中华职棒球星周董周思齐。那强者我朋友强在哪呢？第一，他挺过了假球案的黑暗年代，成为了中职模范球员，也拿过年度 MVP、最佳10人等多项大奖。第二，他为台湾征战了多场国际赛2013年经典赛的好表现，为他赢得了亚洲选球王的称号。第三，他除了打球之外呢，还跑去攻读师大台史所的硕士学位，研究早期原住民棒球队的历史。第四，他出版过很多棒球相关书籍，最近也出版了新书《周思齐的最终章》，记录了20年职棒岁月的精华。今天呢，我们除了会问思齐他球员生涯的故事之外，也会来聊聊当年的假球事件到底有多可怕，台湾的棒球员养成又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不过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行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正在烦恼圣诞节礼物要送什么吗？如果你送你的对象家中有3到6岁的小朋友，那我推荐你台湾绘本品牌芒狗狗推出的幼儿财商启蒙绘本礼盒，里面除了有3本理财主题绘本，能够帮孩子建立良好的金钱观念，还有能够学习储蓄的小猪铺满，更能够练习小额消费的零钱包。那如果你是提前在准备过年礼盒的话，也有春节版哦。芒狗狗财商礼盒让正向的金钱价值观在小朋友心中萌芽，市面罕见却相当重要的学习主题，搭配精美的包装，兼具内涵与体面。不管是送给自家亲戚的小孩，或是朋友同事的孩子，都是一份别具意义的礼物，还能够成为家长教育上面的小助力。而这一次的圣诞礼盒呢，只有限量500份，不但有超值的优惠，而且免运。输入我的折扣码积极推荐，全站商品还能够再打9折，赶快行动，为家有幼儿的朋友们准备一份与众不同的圣诞礼物吧。好，那就请我们周董先跟我们的观众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中信兄弟的退役球员周思齐，大家好。好，那在访谈前呢，也跟这个周董还有观众呢，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自己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看棒球的，那也不太了解这个中华职棒的历史，所以今天呢，我就会是以一个棒球小白的身份来跟这个周董请教。那如果等一下有什么问题，就是听起来会比较笨的话，就是先说声不好意思这样子。那今天除了我们之外呢，也还有我们的企划伟，就是他比我还要懂棒球，会跟我们一起来聊聊。Hello， 我是伟。那我们在一开始，我们就是在访谈前几天，有在这个我们 IG 上面跟粉丝收集了一些对于周董的这个各种五花八门的提问。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请这个周董呢，用这个快问快答的方式来回答一下。好，第一个是喜欢哪种球迷，跟讨厌哪种球迷？喜欢我的球迷，讨厌我的球迷。好，在第二题，当年从这个田中将大的手中打了安打，是什么样的感觉？觉得当下好像可以赢日本队了，因为我们从来没赢过日本队。好，那第三题，整个职棒生涯最难忘的安打是哪一支？应该是生涯最后一支吧。那有没有原住民的名字？没有，我没有原住民名字。好，那压力大的时候怎么放松呢？自己有创一个名词叫酸盐要配甜思考，所以碰到酸盐或苦事情的时候要配一下甜思考。哦，原来是这样子。好，那再来是这个周董幽默的个性是怎么样培养的？我跟志祺哥学的啊，所以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你就会了。荒谬，好可怕，压力好大。下一个问题很怪，多久洗一次澡？一天洗4次吧，因为我们4次，因为在球场一直流汗啊。哦，到球场热身1次，3前练习结束1次，准备比赛前1次，比完赛1次，所以4次。哇，那是如何保持这个体态的？就一直练啊，少吃多动。那觉得自己的颜值在球队里面打几分？在球队应该排前2吧。哦，但没有人敢说第一啊。好，那为什么选今年退休？我太老了，我43岁了。那我们快问快答的部分就这样子结束了。那我们在收集提问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超级多的人想要知道，就是当时周董是怎么样出淤泥而不染，然后挺过当年的这个假球案。所以这边呢，我们也先跟不知道的观众就是前情提要一下，就在2007年的时候，黑道集资买下中华职棒的球队，改名呢叫做米利亚暴龙，他们直接从上而下的呢操控球员放水打假球。那时候就是周董很不幸的，也刚好在这支球队里面。对，当时黑道是使用了哪些手段去要求球员可能放水打假球的？他就直接放一堆钱在你面前啊，哇，数百万，因为100万大概这样嘛。对，然后很多叠嘛，大概是数百万。
我目测大概500-600应该有，500-600，这是一场还是就是你配合的？他说只要你配合，你今天晚上答应了，这个钱你就可以带走了，而且不用缴税。因为它是现金，你就可以带走了，这是一个利诱，然后包含在恐吓嘛。比方说，因为他既然是集资买这支球队，所以他所有的你的背景资料他都知道。对，那他会跟你讲说，我知道你家住哪。这个真的超级紧张，这很可怕吧？对，因为我们人身资料都有啊，电话号码、家庭背景他们都知道啊，所以常常会接受到这种恐吓，或者是因为他集资，所以他有各个不同帮派的老板，所以每一个老板都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可能都要被各个帮派的老大或者是老板带出去聊天，然后聊什么，就是我刚刚这些讲的这些动作，就一直重复利诱啊，反正一次不行就多几次。对，那当年的这个数百万，我觉得从现在听起来也还是很高，可对于当年来说，是不是价值又更高？例如说球员的那时候的可能年薪是多少？这个相比之下会是怎么样？这笔钱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而且他有跟你讲说，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再讨论。还有空间可以再讨论，所以意思是说可以再往上嘛。对，这是很大的诱惑哇，因为你是一个配合的球员，所以有对，而且我算是当时 A 咖的球员嘛，所以我在做这些事情的话，我的价码跟 B 咖、C 咖的价码又不一样。对，所以问一下，当年的球员平均的薪资大概是多少？平均薪资应该不到10万。对，所以他们一次就是假设你配合一个晚上，他就给你好几百万这样。他没有说配合一个晚上，他在说就是一场球嘛。他说我愿意配合的话，这笔算是签约金嘛 ，OK， 你就可以带走，而且这个还可以讨论，这笔钱还可以再讨论，然后薪水还可以再讨论，然后你每一场放水的价码也可以再讨论。哇，所以它就是有一个保底，然后之后每一场再给你更多。对。其实我想问，就是我自己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有看到思琪有分享过其他故事，好像是比如说。你有曾经躲在橱柜里面啊，或者是在饭店里面，然后外面敲门，然后结果猫眼打开来看，外面站一排女生，对，一排女生。这两段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吗？当时这是什么状况？客场我们在外地，比方说我们那时候的主场是在北部，所以我们的基地在北部，宿舍也在北部，公司也在北部，然后我们会去，比方说同一师啊，在台南啊，对，然后嘉义比赛啊，或者是新竹啊，我们就会下榻到饭店去嘛，然后当时就是你在下榻饭店的时候晚上就会我们的管理也是黑道成员，他就会在事前要进去下榻之前 check in 之前，他就会跟你讲说，等一下会有一些妈妈桑会带女生来如果你们要的，你们就自己带进去房间。然后晚上我们进去房间之后就会敲门对啊，以前的猫眼是可以拉起来看的，就是旧饭店，然后你就拉起来看，就是一排女生然后你只要把门打开，他们就可以进来让你选。我跟我的室友就是我们是不接受这件事情的嘛，懂？所以我们是很排斥，所以我们都没有回应这件事情。然后最后那小姐就离开了管理会继续敲门嘛，就会一直敲。然后我们两个就躲在那个橱柜里面，怕他拿那个万用卡进来我们房间。我们会一个先躲在那个窗户外面。因为旧饭店的它的窗户外面有点像小阳台，然后你可以在那个小阳台旁边的那种柱子之间的 L 缝里面，听起来超可怕。如果之类的就赶快躲进来。对，如果你有点像抓奸这样子，如果你一不小心可能会掉下去，就摔下去摔死哇！我们躲在那边，一个躲在那边，看谁的状况比较好。就是像我如果今天脚的状况可以，我就会在外面，我在外面。然后他如果今天状况好就换他，然后就躲在那个橱柜里面，或者是床的底下。对，先躲在里面。好辛苦，这种事情大概发生的频率多？就那一整年几乎都有几乎每次客场比赛都会这样。也没有每次，他如果他们也会改变嘛，就是他敲你们或者进来的时候，他没有发现你在里面，他最后会把大家集合用软禁的方式。比方说我们这一次大家都不可以出去然后我们要开会，要讨论上一个礼拜的比赛的过程。对啊，就用这种软禁的方式，他不让你出去跟外界有交流，或者是你试图去找一些救援的状况，他会软禁你。可以拍电影，对不对？真的完全是可以，而且是不是？对，感觉就是各种荒谬的手段都用了。荒谬真的比方说，还有我们有一次去高雄，我忘记我们要打几连战，好像5连战还是6连战的比赛。我们集体在高雄吃餐厅，然后集体中毒，食物中毒。
然后我们大家都怀疑说是不是食物也会放药，对对对，中毒了，反正你表现就一定会差，对，可以去控制这件事。然后大家几乎都那个食物中毒啊，对，我们怀疑是有意的让我们食物中毒。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可怕就是你会把大大小小的，例如说可能你收到了一个简讯，你也会担心打开来会怎么样，然后可能这杯水我真的可以喝吗？他递给你的所有东西都要怀疑的时候，那个人生过得非常的辛苦。对，这样听起来真的是蛮扯的，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到底是怎么样做到坚持不放水？我从小的偶像他叫王光熙，然后他是巴塞隆纳92年的奥运银牌国手，然后他那时候有提点我，在我小的时候，他跟我讲说黑鹰事件那时候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他的哥哥王光辉也是我的偶像，他们也有跟我讲，当时他们黑鹰事件的时候，或者是中华职棒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是怎么避开的，或者是因为王光熙他是有被波及到嘛，所以他就讲说你碰到什么事情或者是什么人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用什么方法去避开这样子。然后当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那个很像救命锦囊，你知道吗？就出来了。我小时候他们跟我讲的这些话就出来了。有哪一些？我想说有没有具体的例子？例如说刚刚讲到，好，钱就摆你这，而且你在别人的那个地方，对，他要你要怎么样？就是说我不要。对，比方说我跟他讲，就要虚以委蛇嘛，说宗教面啊，比方说大哥，我们信仰有在讲说做这些事情是会下地狱的嘛，因为我是基督徒嘛，你不可以做欺骗的嘛，因为欺骗就如同蛇一样的的语言嘛，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很痛苦的。宗教也可以嘛，然后或者是我爸爸妈妈嘛，或者我家族啊，就说那个财务都是我妈妈在管啊，对，你就虚以委蛇的方式去推 ，OK， 对啊，比方说或者是利诱这一块，对，或者恐吓这一块的时候。像我就直接跟他讲说，我就不打了。你就直接退，对他们俩损失更大。对，以退为进。对，或者是假装电话来了这样。这个现在还有用吗？不好意思，有电话来了，然后就走出去就跑走了这样子。可是这个我很难想象的是，因为你说好几次，对，第一次我相信有用，第二次可能有用，但很多次，因为场景有时候不一样。他可能有时候是在室内。有时是在开放的空间，然后像开放的空间，你就可以很适合用，有人打电话来这样，就赶快跑走。但不好意思，我先出去这样。某种程度的盗垒就对，就有一次，就我真的假装打电话，我就真的跑走了。OK， 对，在嘉义的偏僻的地方，哇，对我就真的跑走，然后因为那时候又没有智慧型手机嘛，对，那时候2008年，智慧型手机还没出来，对，也没有那么多 App， 你不能叫 Uber 嘛，对啊，所以你只能在路边拦车。那时候就在很偏僻的地方，没有车。对啊，就躲在那个树丛旁边这样，然后看有没有人车子来，赶快去砸掐拦车啊！哇，然后又很怕拦到他们的车。对啊，这听起来就是周遭人都是他的。有没有像《无间道》？有没有？对啊，那时候《无间道》电影也在刚上演，所以你就觉得一直在那边你就这样推啊，或者是以退为进啊，这种方法去避开这样。我想问周董，你觉得你在那段时间里面，你感受过压力最大？或是最害怕的事件是什么？未知的东西，比方说刚刚讲在路边，这件事情是很可怕，因为我很怕在路边拦到他们的车，对，我很怕，我不知道我怎么回去，我很怕被他们的人追出来，他们会对我怎么样？这个未知的事情对我来讲很可怕。然后包含还有其他，比方说，如果我没有去那个地方，他们过来找我，找到我，我该怎么办？对，比方说我刚刚说手机关机嘛，他们找不到我嘛，但是他们有我的人生背景资料啊。对，那我又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那台北又小小的，台湾又小小的，然后如果我被他们找到怎么办？那个晚上，而且那个又是你的工作嘛。对，然后那个过程才是最害怕的。我在跟他们应对的时候，我觉得还好。这个过程才比较可怕，因为会无上限的一直很紧张，说这个人到底会对我怎么样？对那当时不会有一些心理的状况吗？有啊，心理状态很差，每天就是有点神经质这样子啊，就很会很害怕，然后睡也睡得不好，所以在这个整件事情爆发在最可怕的时间，大概是9月多的时候。那时候是检调啊，或者是媒体啊一窝蜂的冲进来，或者是地检署调查，那时候是最可怕的。身心都出了问题，心理状态不好，然后身体也有问题，比方说暴瘦啊，然后头发要掉，绝对会掉头发，对，鬼剃头，压力太大我又睡不好，
那我好奇，就是当年跟你一样就坚决不放水的这些球员是很多的吗？比较少，比较少。对，因为这些压力真的是很大。对啊。那如果是今天像你一样，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不参与这个东西，黑道会怎么样去处理啊？他就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啊，恐吓、利诱、威胁、啊。他不会说我就不派你上场之类的。不行，他不行嘛，因为他还是要挂羊头卖狗肉。OK， 还是要有羊头、啊而且你又是就是 A 卡，所以你一定是得上，不然你不上的话，对他们来讲就是这更麻烦。因为如果他没有把球员放上去，或者是让球员的状态太夸张的话，他这个羊头摆的不好看嘛。他这场戏就演的不好看，因为他要操控地下赌盘的操控，地下赌盘他还有其他帮派或派系的一些人，其他组织嘛。对，那如果你被那些组织发现你是有意有故意的行为去操控地下，他们自己也会麻烦，他们也会麻烦，所以他们在拿捏这件事情就是就真的是有企业化的经营。对、啊。那刚刚讲到，就是除了这个学长前辈的提点，让你想要坚持下去之外，还有什么是你真的很坚持的这个信念，是让你决定要撑下去？因为那个压力真的很大，就是很大。我有些朋友，他们可能过去只是因为工作的压力，或者是单纯的就是他被莫名其妙一直骚扰，他就整个压力已经到快要崩溃的地步。那当时这种压力更是很全面的，从每日每夜的一直跟着你，你是怎么样撑下去的？我觉得就回到最本质，就是我很喜欢打棒球，然后我心中有一个期待说，这件事情会不会很快就结束？然后我心中有一个期待，然后你又很喜欢这个运动，会期待说这个联盟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就垮了。那时候有想过其他的投入会是什么？有啊，因为我刚加入中华职棒的时候，中华职棒它是一个不稳定的状况，刚开始是觉得要去当体育老师。已经有准备去学校去投履历了，本来如果没有被兄弟选到的话，可能就会去学校去任教了。而且进来每一天都觉得，可能今年就最后一年这样，中华职棒应该会倒。当时的球员是这样子想，我们那时候的球员的讨论，比方说每年的年底，现在的球员都会讨论说，我们要去哪里度假？我们要去哪里再训练或学新的技术课程，让自己提升可以更好。然后期待明年的成绩好，然后来加薪嘛。对，然后获得很好合约。我们当时是怎么想？说，你有没有好的地方？有没有好的工作可以介绍一下？大家都准备要跳船。对，会介绍啊，我朋友他爸爸在开建设公司啊，那边有缺那个谁，缺什么职务这样，要不要一起去问问看？这样去聊一下。因为像当年这个假球案被揭发的时候，我记得中统这边是以证人的身份被传唤嘛，然后约谈了之后，一度其实有被怀疑说是。有参与打假球的，对，当时的这个内心会怎么想？因为家人应该有怀疑，对吧？因为棒球它是团体运动，就很多人参与的运动，所以你在这过程当中，你已经被贴标签了，就是外界看你说，你是这一队出身的，你也是有打假球，对，所以我们的压力更大，是来自于说我没有参与其他人这些打假球的事情，但是我在那一场我可能漏接了，我有可能会漏接啊，对，因为棒球是一个高失败率的运动，我会被三振。但是我的三振不是有意三振，但是外界看我可能就是有意的。对，你这个球也打不到，你怎么会被三振？你马怕 gay， 对啊，也是会被怀疑。所以那时候连认真比赛也很有压力。你出去，比方说你总要去外面吃饭嘛，对啊，你去买早餐。那时候又正夯王建民，每个早餐店看到就会说：“帅哥。”然后。他都知道那个棒球员是谁嘛？对。然后他看到我那边说：“你这队拢怕 gay。”那感觉就是好像自己的人生完全被否定的感觉。对，所以你已经要背了承载这个社会的包袱。对。那另外我想要问的是，当时你看到一些昔日的这种队友啊，他们被起诉，甚至就是有被定罪，这个感受又会是怎么样？感受很不好啊，因为我觉得一方面会很恨他们，二方面会觉得我们很可怜。因为像我们打球，从小就是被塑形出你是宣扬国威的一个工具。你要把我们当宣扬国威的工具没有关系，可是至少要保护我们嘛。对。然后我们是没有保护的状态下，又要为国家去争光嘛。因为台湾的棒球大概从国民政府从1970那时候政治外交有问题的时候，棒球就是一个宣扬国威的工具。对。比方说我们去打威廉波特消防赛，然后拿了世界冠军。然后全国游行，然后在美国的西岸的时候去跟当地的海外华侨去募款，
那募得来的款项都跑去哪？跑到国民政府去啊。那这样子这个假球案的经历，对你日后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有啊，阴影像潜意识已经受伤了。比方说，我好几次从棒球场被架出去嘛，架出去就是黑道的小弟，把我直接从球场架走啊，然后就这样直接勾着你手，直接勾着架走。对对对，架走。也有请出去啦，如果你有抗拒的话，他就会带你出去嘛。然后像我现在去那个特定的球场的时候，曾经在那个受伤的球场，就是我的心被夹出去那个球场，我走进去的时候，其实心里会很紧张。我现在还是真的会跳一跳，会跳，就是我会想到当时的场景，那个可怕的样子。那你觉得什么时候你才真的从假球案的这个阴影走出来啊？没有化开，到现在还是有。对啊，哇，那我现在好奇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像你是一直都有在看棒球吗？有，我也是看15年左右。哇，15年，而且你也有自己玩。那对你这样的球迷来说，会有阴影吗？有，就因为我刚好看球那一年是2009年，黑象事件。所以那我问你嘛，外面全部都在狂笑。你在那几年，我问他一个问题，说你在那几年，比方说有人失误了，你第一个直觉是什么？我就想说他会不会也放水，背后有你的潜意识也受伤，大家都受伤，球迷也受伤。先发投手保送开始变多，我就开始有点小担心。我觉得那一年对我最大的阴影是，因为我看总冠军赛看得非常感动，对，然后总冠军赛结束隔天就G8递减署，G8递减署是什么？等一下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总冠军赛一办完的隔一天，递减署就发动搜查，然后就直接新闻头条都是。就是有人有，所以你觉得你过去的这一切都是假的？对对对，你的感动、泪水全部都是被骗的，很嗨。那7场总冠军打得非常激烈啊，然后球迷几乎都满场，对，统一是在台南跟台北嘛，对不对？都满场哦。然后隔天地检署就全部侦办那个兄弟的球员嘛，都抓了一堆啊，然后而且里面都有不少知名的球员嘛，对啊，也都被抓去地检署了嘛。我那个阴影就是导致我后来几年，如果我有看到季后赛，我都要等季后赛结束在1-2礼拜，确定对一切平安，所以球迷也受伤了，才可以开心。不是只有球员受伤了，球迷都受伤了。对，那我想帮我问，就是因为有经历过黑暗期的老球迷，像我可能就算其中一位，就是心里还是有点阴影，就是担心假球案还会再发生。对，那我好奇说，以思琪你在中华职棒经历20年的这么长的一个跨度，你觉得整体环境到底改变了多少？现在发生假球的几率到底改善了多少？这样？当然，因为这整件事情结束的时候，开始有运动彩券的合法化嘛，然后把它台面化了，然后包含那个运彩啊、台彩这部分都已经尽量的把这些资金有一个窗口可以分散掉，合法化。那这件事情是好事，是正向的。然后当然还有其他的，比方说振兴棒球计划这些有在执行嘛。成立了更多的棒球队，然后建设了更多的棒球场。那我想要顺着这个问一下，是为什么以前容易发生假球案？你的观察会是什么？因为这是有脉络的嘛。比方说资金要找出口，那这个黑金它是从哪里衍生出来的？地下签赌盘，从哪里来的？这有脉络哦。比方说之前有什么大家乐、6合彩，对。这个是在中华职棒还没成立的时候就有，大家就是封赌那个爱国彩券，那都是地下化的。然后爱国彩券是那个合法吸金嘛，就是台面上的做的这些。所以当这个6合彩大家结束的时候，一堆钱啊，他跑去哪？中华职棒成立了，就跑来这边了。那刚刚是可能一些制度啊，或者是一些这种脉络上面的问题。那现在你觉得这个球团的纪律啊，或者是球员的这个自律能力、个性，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现在当然有比较好了，因为这些过去受过的伤嘛，然后所以你会在这个过程中去学习到一些可能你也是很多的这个前辈或者是他的经验，就是那个时候的事情自己小时候很难过，我现在不要让它重演。那我们如果拉回到职棒环境好了，你会觉得这个环境还有什么可以更好的地方吗？就是现在。我觉得先把我们过去的一些被截断的记忆点，把它重新塑形跟勾勒出来。我觉得文化记忆很重要的地方是说，你把它塑形出来，因为它是台湾发生的事情，在台湾人发生的故事。为什么我们会不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很多球迷也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就像我们的记忆常常是挂在1960年代的红叶少棒。对。如果是在这之前，红叶少棒它不会一朝一夕就突然发生啊。那在这之前，50年代有什么？ 50年代我还真的不知道。好，40年代有什么
40年代我更不知道了，但是我的历史很烂、30年代你知道？这为什么我会知道30年代？加农，哦天哪，这个是30年代的事情。有一部电影嘛，这个我知道，曹佑宁演的嘛，加农嘛。那加农也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啊。那20年代呢？20年代有什么？我现在进入历史小考题，快问快答，我不知道。对，那我觉得历史的重塑啊，它就是你把你自己家里的原始的样貌重新找出来。哦，我觉得或许刚刚这个过程就解释了，就我们要先知道以前到底是怎么样子，对，然后把那些好的部分或坏的部分都重新拿出来，就是你想讲的，就面对它。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努力，可以去更达到这个目标？对一般人来讲，一般呢，先看我的书啊，我写了6本书，里面都写历史，棒球历史，因为棒球员就是社会的投射。当初是怎么遇到这个契机的？就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写本书，或者这个东西好有趣，我应该要分享给大家。在我成长的过程啊，我周遭有很多棒球的事情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我的基也跟大家一样，就在红叶少棒。当我慢慢看到一些故事的时候，我就会追溯我过去小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比方说，1920年代的能高团比加农更早10年发生的。能高团的成员有其中几个是在我老家附近的成员，可是他们不敢说他们以前打过棒球。为什么？他们留日，因为那时候正白色恐怖时代，他们不敢讲啊。如果你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你会被关会被警总带去约谈喝咖啡。所以我小时候有记忆点就是说，我隔壁的那个有一个老师，他每天都穿得很帅，很绅士西装，然后戴着一个绅士帽，然后骑着一个脚踏车，带着一个古董的阳伞，就很帅很帅，然后提一个公事包去上课。然后他以前是在日本念书的嘛，然后回来乡下教书，然后他就是20年代的棒球队的成员之一。这故事超浪漫，我竟然不知道。当我发现这些有趣的事情的时候，在串接我过去的记忆，我觉得这就是台湾人的棒球记忆啊。我们可不可以借由棒球来去促成一些和解、暂停、提高认知，然后进一步认同嘛？这个很浪漫我很想做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书写出这些故事出来。我们有看到一个资料，他说根据统计，职棒选手平均不到5年就会被释出。对，但是周董你当了20年的选手，是中职数1数2久的这个常青树。对，你觉得你的这个训练有什么样的诀窍？其实没有其实没有，真的没有，他没有特别的训练，就是球来就打，一球一球打，一球一球。当然没有像峰哥这样球来就打，没有他那么厉害，就是。这过程当中，我也没有办法去决定说我可以打到20年，而且你很认真努力练球，你也不一定可以打到20年。对，因为它有很多意外。对，因为中华职棒35年能够打20年的，目前不到5个，我是其中一个。对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的问题之一。基本上，我觉得作为一个棒球小白，我的认知就会觉得，第一个可能是要有个好的人缘嘛，就大家都觉得，那个时候我需要你的帮忙，找你一起进来。另外，我觉得可能你要有个好人缘，你先要有个好实力。对，所以你的训练方式会跟其他球员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这样回顾我就是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然后我发现这件事情因为这个让我想到任天堂的持续力。对，任天堂他的盐田聪他就有说。所谓的天才的方式，就是把别人不喜欢的东西一直持续的做下去，这就是一种天才的定义。我当时也不知道，因为我不算是那种 A 咖的那种天赋型选手，我大概是 B 咖左右，当然也不错啦，但是我离 A 咖那种天赋极佳的选手有一段距离。然后我就在这过程当中，我一直是试图去跟在他们的后面走，然后我就去仿效他们。比方说，像我念大学也是因为这些偶像啊，郭元志啊、陈奕迅啊，他们都是辅仁大学毕业的，所以我才要去念辅仁大学。然后我要成立球涯基金这个公益组织，也是因为郭元志棒球奖学金的成立，我要学他，因为他是我的偶像。哇，这从小到大都有很多不同的典范在支撑着周董。对，我就是看着他们长大的，我就很喜欢这个运动，然后就追逐这些偶像，他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学，我就模仿。那你觉得在心理上面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因为我猜想有些人就会觉得这就很无聊啊，就是一直做一样的事情。那人生你看，随着时代，在2008年我们没有智慧型手机，现在有那么多手机，那么多好玩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会觉得我可以一直做？这在心理上面有什么东西在支撑着自己吗？所以我刚刚前面有讲说，中华职棒35年来打20年的不到5个。这个其他学长的身上，我发现了一个特质，就是他们很热爱这个运动。要喜欢，你才会花时间。像我也不把职业棒球当作是工作，我当作是生活，当作是一个我很热爱的一个事情。
它是深植在我生命里面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不把它当工作，所以我每天要做这些事情是我很喜欢的。像我出书也是，然后很多人讲说，每天打棒球你不会觉得很无聊，要不要去打高尔夫球？然后我就会讲说，其实打高尔夫球才很无聊哦。你每天打棒球你不会觉得很累吗？你要不要去去打电动舒压一下？我想说，打棒球怎么会很无聊啊？对，我觉得我这样子好像很奇怪，可是我发现那前面那5个人、那4个人，他们也都是这样。我想问一下思琪，就是、那作为球星，虽然说不好的时候是8-9嘛，对，但因为你一直如果真的都是8-9的话，1成2成打击率，球迷也会骂嘛，那球迷也会酸。那思琪你自己平常会去看这些酸你这些评论吗？我还是会看，因为这很难避免。对，因为现在智慧型手机或者是网络这么盛行，你还是会，他会把东西直接 A 到你脸前，就是你给我看，你给我看。所以我觉得工具很重要，就是说你心理调试有没有一些工具。像我出的第2本书是心智锻炼，然后我就把很多我过去学习到的一些心理调试的工具，把它汇整成一本书。然后比方说大谷翔平最近很夯嘛，然后他从国中的时候他就用一个曼陀罗是9宫格，对，9宫格的东西。对，然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不是有新闻在讲说他在大联盟的休息室里面会捡垃圾？对，他有写个运气要增加好人缘的各式各样的部分。对，运气，然后他那个小格子里面包含有捡垃圾嘛？对，要提升他的运气啊。对啊，所以这就是他心理素质去调试的一个工具。然后我去学这个，然后还有其他的嘛。然后我自己也创出一个叫酸盐要配甜思考。你面对酸盐的时候，如果你有没有工具，或者是你有没有很好的想法，可以让这个酸盐能够综合起来，因为它不会不见，然后你也不用避而不谈。但是你有没有工具或者是甜思考去综合它，让它变得比较好喝？所以我就在过程当中慢慢的摸索，慢慢学习，然后创出这个概念。我不用避而不谈。然后像我就会比方说酸民会把我的名字把它取谐音嘛。比方说我姓周，他把它改成姓甩，然后我就因此这样把它成立了一个个人品牌，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兜售给酸民，然后让他们不要下地狱下那么深嘛，然后再把这些得到的获利再把它资助在公益上面，公益就那个球雅上面，这样子就真的都是加个一步或反转一下，然后整件事情就往好的方向走，你就更容易接纳它。达到了这么多的成就之后，退休有打算要做什么吗？对，我现在也在找正在找，所以我会上志祺哥节目。如果大家有比较好的职务，可以找我一下。可是因为我有看到，就因为最近这个世界赛的这个相关的事情嘛，就看到那个球华基金会，这个是一个你特别想要在退休之后花大量时间去做的事情吗？其实球华基金已经11年了，然后我们培养了很多的目前有很多的职棒球员也都在线上，所以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我希望这个基金就是它就是稳定，我觉得稳定就是最难的。我觉得这边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球华基金会在做什么样子的事情，然后当时可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契机让你想要做。球华基金就是因为我受惠郭元志棒球奖学金，在小学的时候，然后我领了3次，然后它的金额是一次是每一次是5500块，你要想一下这30几年前的事哦，对啊，5500块非常多哎，然后它就是你要学业也要好，然后技术成绩也要好，你才可以去申请。那时候你拿到那笔奖学金的时候，对你来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最大改变是可以让我打开我的对棒球的视野格局。比方说，我们是从部落出生的嘛，在花莲，然后我要去领奖学金，是去那个敦化南路的那个王朝大饭店哦。然后他就是在一个会议室，然后办一个 party， 然后所有的获奖的学生都去那边参加，然后还有明星唱歌啊，然后还有 buffet 啊，还有礼物啊，然后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去领。然后我们是从花莲坐飞机到台北哦，也是那个奖学金补助的。所以我第一次坐飞机国内线就是因为领奖学金。哇，这就是你刚刚讲打开眼界的，打开眼界。然后我就看到哇，这个原来棒球的 party 是这样子哦，然后可以领奖学金，很开心这样。然后我当时就想说啊，如果我有没有机会可以像郭元志学长一样，小时候就种下一个种子了。然后后来当我成为职棒球员的时候，我想说，我要努力打，看有没有机会像大郭学长这样这么耀眼的球星。然后后来我慢慢站稳这个舞台，成为职棒球星的时候，我想说，我要来做了。那我就这样子做下来。这样子已经帮助过多少个小球员？哦，数千名应该有了。哇，数千！我有看到球牙就是有特别在乎阅读的这一块。对。那我想好奇说，
思琪是为什么会想特别强调这一块？这是阅读这件事情对你人生有什么改变？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小球员也同样是特别要注重这一块？因为我前面也提嘛，我们是一个宣扬国威的工具，我们不用念书的。对啊，不念书了就打球，只要运动就好了，我拿金牌就好了。所以我的课业大概是从大学1年级才重新开始的，算是从零开始哦。所以高中、国中基本上都没念书哦，完全没有。我们高中的毕业考是什么，你知道吗？毕业考是26个英文字母大小写。后来我进大学的时候完全跟不上啊。辅大这个学校是要念书的，而且要有原文的吧？对，原文的，比方说看那个人体解剖学，这个我只有看过猪的尸体，我没有看过人的尸体啊。对，我要去那看那泡在福马林的那个尸体，对，去写那个解剖学的那个英文的原文跟它的起终点，然后那个肌肉的概念是什么要写出来。这个我没念书，我没有概念，完全没概念。哇，所以是可能看到了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才会在这个基金会里面要特别把这件事情放出来。对，那阅读就是因为我自己是这样子来的嘛。我希望说这些小朋友他们是可以借由棒球的书籍，然后来喜欢上阅读，或者是你可以借由阅读来找到一些训练自己的工具，比方说心理啊，或者是技术都可以。所以我出图解跑垒学全书跟场地养护全书，或者是心智锻炼这些书，也都是想要让这些小学弟让他们可以从中找到他们自己可以获取知识的一些动力或工具这样子。那另外还有看到就是球校基金会还会送小朋友去日本打球跟读书。对，这个是因为台湾的环境不够好，或者是任何的原因吗？为什么要特别去日本？而其实台湾的社会我们很多都是由外来的技术来去塑形的。那棒球我觉得我们没有这个环境，那倒不如去给别人去训练，期待他们回来台湾的时候能够重新建设台湾的棒球建设嘛。对，所以我们看得到影响台湾的棒坛，我讲到了郭元志，他以前在日本打球，中日龙队，然后当时有郭泰源啊、庄胜雄啊这些，他们影响台湾的棒球是有一定的程度的嘛。那后来因为台湾的棒球有假球的断层，有一大票的人就离开了，所以台湾的棒球有20年的断层，几乎没有人才。所以我们现在大概从13年开始重建，从零开始一直到现在。所以这一次的中华队冠军，它不是一夕之间发生的，它是大概从10多年前开始慢慢重新重建，一直到现在。那整体来说，就是你会觉得台湾的基层棒球，你觉得最需要加强的或者改善的是哪一部分？多念书吧。多念书，我觉得多念书，因为我觉得美国人可以做得到，那为什么台湾人不行？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讲说，但多念书了，某种程度不是就会让大家注意力分散，因为大家有了更多的选择。对，就我有听过像这样的说法，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有抵触吗？还是其实没有？我觉得没有啊，因为其实外国人都可以做得到，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对，这是可以的嘛？为什么我们要成立体育班？台湾有体育班，美国跟日本是没有体育班的。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他们有体育学系，可是他们没有体育班。他们比方说高中的时候会有什么国际部啊，你可能是经济科啊，或者是美法科都有。你除非你很喜欢体育学系，你可以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去加入体育学系，这个大学是这样。那在这之前是没有体育班的哦。是没有的。那台湾就是把放牛班跟体育班的人放在一起。台湾的体育班是放牛班，是不念书的，你只要去运动就好了。那周董，我想问，就是你刚刚讲到，就是你希望，如果说基层棒球要改善的话，最需要改善的可能是读书吧，就是多阅读、多读书这样。那你觉得具体来讲，该怎么样去鼓励这些基层棒球的小孩，有办法真的让他们爱上阅读，或是让他们投注更多时间在读书上面？所以学长很重要。学长要先树立一些典范，比方说我现在在做的也是某种程度在推广棒球，让更多，比方说志祺哥你是棒球小白，经过这一次的我们的对话，你可能对棒球有一点兴趣了，回去就开始玩实况野球。对，先从实况野球开始。我们可以开始 PK 了嘛？不一定要打2K， 我们可以打实况野球啊。对，然后我们就可以有共鸣有对话。也许下一次我可以约志祺哥去大巨蛋看球，我可以跟你讲棒球，台湾的棒球生态是怎么一回事，让更多的人喜欢棒球，参与棒球。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就是周董精彩的分享。那最后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跟观众说的？因为2024的中华队真的打得很好，世界冠军，这也是台湾史上第一次。然后我们上一次拿到好成绩是32年前巴塞隆纳奥运。那台湾的棒球就是因为从那时候开始有断层，因为假球的事情，然后我们现在重新慢慢站稳了。然后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棒球的兄弟。台湾人有棒球的基因存在，所以这个基因只是没有被唤醒了，然后这几年开始让大家慢慢唤醒了。
你们还记得那个我们从小对棒球的那种热忱热血吗？好久不见了，大家一起来棒球场。好，那这集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呢，也不要把影片分享出去，或是点这个地方看更多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拜拜。小广告时间，听完了周董的分享，觉得意犹未尽吗？周董新书《The Last Chapter》周思齐的最终章首刷限量珍藏版，现在热销中。透过近100张独家照片跟文字记录，回顾周董20年职业生涯的点点滴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资讯栏连结看看哦。